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先邀请观众朋友们先帮我们的节目点赞。如果呢希望跟我们互动一样的，我们留言区来留言，写下你可以告诉我说思敏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来亲自做回复，并且如果看到热推荐，再次的提醒观众朋友，看到热推这2个字可以按下热推，有助于我们的影片在国际的能见度。那么今天的节目的大主题，我们会来聊美伊战事，川普签字止血了。协议呢，现在美伊双方是各说各话。不过呢，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伊朗越打越强哦，飞弹的部分回血了75%，浓缩铀它还把它封得死死的。美军真的敢再开战吗？今天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注。首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还有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有关于美伊战事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一起来看，也请我们的来宾来特别就这些议题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到川普说他要停火，急着签 MOU， 但是我们现在有看到一个现实哦，伊朗的飞弹库存现在回到了战前的75%之外，还疑似获得了来自于俄罗斯的军武库的补血。这一场战争，美国真的打得动吗？还是已经被迫承认打不赢伊朗了？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伊朗一边他宣称他已经突破封锁了，包括看到了5艘的船是直接突破了荷姆兹海峡，一边他又把他的核地下设施的通道给炸掉，并且在这边埋下了地雷，以防美军在这边夺铀。这是在谈和平吗？还是直接在宣布敢进来，谁就会对他来做开战呢？第三件事情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 MOU 上面也特别讲到说，这个是美方的说法，他说伊朗说他未来不会永和，而且海峡会免费的通行，战后还会呢重建。美方这边有一个数字说会给他3000亿美元，但是呢这些消息都遭到否认，至今美伊仍然是谈不拢，会不会因此引爆下一场更大轮的战争呢？并且双方是不是又在为下一场战争来做准备？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这一场美伊的战事打到现在已经将近是4个月的时间了，终于啊，马上的在几天后19号就会来签这个 MOU， 这是来自于川普单方面的说法。他说这个会在19号这一天来正式签署这个叫谅解备忘录。他当中特别提到了呢，当初他喊的就是说要摧毁伊朗，他要打垮革命卫队，终结核威胁。但是我们来做一个统整，到现在4个月了，我们看到政权没有被打倒就算了，革命卫队现在呢变得更加的这个更有气势，并且我们看到浓缩铀也没有拿到，并且呢，伊朗持续的恢复它在军工的生产哦。更打脸的是，现在呢，伊朗又祭出了新的3招。首先，伊朗的官媒立刻宣布，3艘油轮、2艘货轮成功突破了美军的封锁，成功的通行过去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来自于西方媒体的说法，伊朗的库存已经恢复到了，这个是飞弹的库存，战前的75%。甚至可能已经获得了来自于俄罗斯的最新生产武器的补充哦。最后是美国最在意的有关于浓缩铀的问题。CNN 报道最新消息，伊朗近期是直接炸毁了浓缩铀附近的地下通道，并且在这周边布设了各式的地雷，告诉美国说，你如果敢来的话，你就会遭受到这些地雷的引爆哦。再来，我们来看到了川普总统最新的说法，他抛出的条件是，中东国家如果需要美国的保护的话，需要缴交20%的区域收益给华府。但是这些波湾国家，他们不就是因为美伊战事的波及，因此被攻击的吗？他们还要缴保护费吗？好，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请教介大使怎么看？川普一边呢谈着说他要和平，另外一边又说不排除可能再开战，如果这个谈不拢的话，这是典型的极限施压的战术吗？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边是伊朗快速的补血当中，美军弹药吃紧的状况之下，还打得起第2回合吗？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就这个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有关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谅解备忘录里面啊，已经看出来美国已经输了。美国只得到2个承诺，第一个，荷姆兹海峡开放。那个很多人就说，荷姆斯海峡本来就开放嘛，你打了以后才关闭啦。对，现在人家伊朗说我在开放，这算美国胜利吗？第二个呢，
美国现在没有提那个什么哈，就是浓缩铀摆在哪里？伊朗不是说我浓缩铀就藏在地下，我里面都搞了很多地雷，你不想进来。美国本来说那就浓缩铀交出来，然后呢送到俄罗斯，后来就说送到中国大陆去，把它怎么样风度给它给它减低，搞到最后现在浓缩铀就不说了。川普说伊朗承诺说不发展核武，伊朗从来没有说要发展核武。从这场战争打到从头到尾，人家伊朗都说我没有发展核武。那美国说关键你把浓缩铀弄出来，现在浓缩铀没有了，所以美国就得了这2样，然后其他都是什么？全面停火，包括哪里？包括黎巴嫩你也给我停火，那不就是把以色列从餐桌上直接放到菜单上去了？对不对？以色列就关心黎巴嫩的，结果呢，现在美国帮以色列决定说，黎巴嫩停火，以色列不要打了。所以说，川普用 F 字的字来骂内塔尼亚胡，我跟你讲，内塔尼亚胡还有大部分以色列国民大也在用 F 字在骂川普可是问题就美国就这样把以色列给卖了。第二个呢，3000亿美元的这个所谓的重建基金，你以为美国会出吗？美国有承诺，那都海湾国家要出的，对不对？海湾国家一定会出啦。我跟你讲，3000亿美金是要给定了。然后这个阿联酋马上解冻封锁的这个伊朗的资金啊，然后其他原来以前说什么伊朗要放弃导弹能力啊，伊朗的这个军火啊什么这些工业要开放啊什么一大堆都没有了。所以现在川普昨天还在讲说我们这个条约可能不公开，那不晓得了。不管怎么样，从目前得到的讯息，都认为美国怎么样？这场战争战场上没打赢，谈判桌上也没打赢，两者皆输。所以大家就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一个全新的伊朗已经出现了，这场战争是浴火凤凰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新伊朗。另外还有一个新中东，中东也没有了，川普还说要收%区域费，这些国家不把你美国赶出去，就已经很偷笑了，对，所以现在这个新的中东也是一个我们值得我们观察局面。不过川普反正求仁得仁嘛，对不对？最后呢，朋友也得罪光了，然后呢，战争也没打赢，那只得到一点，就是他的诺言实现了。我要生日那天，我要怎么样宣布我的最高的理想是世界和平。对，这一场战事打到现在总共是4个月的时间，大家也在看说，确实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伊朗3.0正式的到来，也就是现在是这个伊朗是由革命卫队这种强硬派的革命卫队所领军的，所以我们也看到，确实伊朗最近的攻势也蛮大的，除了打了这个在美军的这个约旦的美军基地之外，现在呢，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还打下了包括 F-35、F-15跟 F-16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美军还讨得到便宜吗？那刚刚这个大使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有关于3000亿美元的这个重建费，波湾国家要给伊朗的部分，他们真的愿意给吗？那干哥又怎么看？我觉得如果说这一张 MOU 只有1页半的话那真的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之下，就卡利巴夫来，我们就视讯，然后就从开始念1到第14项开始念，同意没问题，赶鸭子上架，赶快签了吧。为什么？我川普没有空，真的没有空。他现在没有那个美国时间，真的是美国时间，他真的没有时间再花心思在这件事情上面。为什么？他急于达成止血，他一定要止血。这件事情对于他的政治生涯，对于美国现在的政情，以及对于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都必须叫你要止血了。如果你再不停下来的话，会对你自己本身的政治生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他必须要停了。当然，他没有得到浓缩铀的保证，也就是说，伊朗绝对不再发展，或者能够在国际能源、核子能总署的监督之下完成我们希望的和平用途，这些可能都达不到，没有关系，我们先摆在一边。为什么？因为我急于达成有限度的条件的和平跟停火。为什么？
真的打不下去了。对，我们标题上面就讲打不下去了吗？真的打不下去。为什么打不下去？我今天坦白讲，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提到很多为什么打不下去的原因给大家了解。因为你现在如果要让美国再进行大规模的监控，其实是做不到的，舰队本身做不到，然后呢后勤也跟不上，那要花很多钱。其实据我们初步的统计，到目前为止，在伊朗身上大概已经花了1000亿美金了，1000亿以上啊，那算是所有最接近的近代这几次战争里面算最少的。为什么？因为只打了4个月而已。但如果再打下去的话，恐怕那个价钱就会逐步高升。你现在要怎么样面对自己在美国国内的油价的平抑？北海布伦特原油不能在100元每桶的那个盘旋，不能再在那个地方盘旋。为什么？那就直接影响到物价。川普一定要想这件事情，说我就要期中选举了，那这件事情我有多少时间可以消化？通货膨胀它有几个时间，有多少时间可以让它平稳下来，让共和党能够到的那个时候得到一些最基本的优势，就说我川普可以拿来说话的，我可以拿来说嘴的，我可以拿来就我可以很臭屁的跟大家讲说，都是因为我川普，所以你就必须，这个不是说明天你就可以掉下来，你要至少要2-3个月的时间，让它慢慢的缓步下来。国内的经济有一些起步，有一些改善的话，对于你的选举当然是有好处的。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能再拖下去了。我总认为说，停火是好事，然后呢，他可以得到就是说一些就是说，基本上国内老百姓所看到的，虽然说参众两院都认为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协议啊，我们根本看不到内容啊。你就说停火就停火了，协议就达成了，可是我们根本没看到内容是什么，不能这样对国会负责的。老百姓也要看一下，对不对？你就说结束就结束了，那有一天再打起来。赫格塞斯第一个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第一个他就讲说，我很怀疑啊，我很担心啊，对不对？当然这个也是外交辞令啊，可是说句实在话，对于美国的整体外交政策而言，赫格塞斯讲的是实话。到底你的和平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会不会有一天突然伊朗跟以色列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川普你的立场又变成了什么？对不对？那个是要带美国一起再打重新再打一遍的哦。你有没有想好你要怎么做？我觉得他根本没有想好。不过我们现在就是也把重点来看到是说，那接下来在19号几天之后的这个会签的川普说会签的这个美伊双方的 MOU， 到底是签真的还是假的呢？因为其实现在美伊双方还卡在几个重点问题上面，不管是浓缩铀的问题，或者是荷姆斯海峡的问题，还有这个3000亿美元是不是要给伊朗的这个费用，现在全部呢可以说是美伊双方各说各话。先来看第一个议题，就是浓缩铀，美方说伊朗已经同意了永远不永和，但是伊朗说只是有限让步哦。美方说这个荷姆斯海峡接下来会免费完全的开放，伊朗说呢确实会开放，但是只有60天的我们的技术谈判期间之内，在这个之后还是会收服务费。至于刚刚我们提到3000亿美元是不是会给伊朗的这一个重建费，川普已经否认了，他说没有这件事情，还说这都是民主党自己制造的假新闻。现在看起来双方各说各话，MOU 真的签得成吗？那尚志哥怎么看？首先，这次不是一个协议，正规的协议。众所皆知，所谓的 MOU 其实应该说意向书哈。意向书没有法律的约定，它只表达了一个意向，而且它的全名叫做停火谅解备忘录或意向书。还有个谅解在这里头，就又有原来这个比较，大家就是态度上有一个大家我知道你的态度，你知道我的态度。其实像我过去在商业上当中，我们看过很多的这种 MOU， 有时候 MOU 是这样子，是我表达我的态度，你表达你的态度，可我们态度不一样，我们还是可以签的哦。但我觉得这次之所以能够签下来，其实无论是怎么说，我认为对于整件事情，对于川普跟美国来说，最重要是美国国内的因素。是都知道，首先第一个是他的民调已经已经在30%边缘哈。
你破这个30%，就明天要掰到20%几，这还是很吓人的。除此之外，是现在前期其中选举当中的一些州他们的部分的选举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党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美伊战争的部分开始很多，包括很多的原先共和党本身支持的州都最后翻盘。我认为在这一波当中来讲，这个东西是因为是可以被精算、可以被推估的。再这样下去，你不要说是跟在这里头美国有多少这些意气之争当中占了川普有多少面子，跟他有多少下台阶。重要的是，你共和党执政的这个最根本，就是现在在美伊战争作为核心因素，通膨啊，其他的经济发展的这些都是周边的。而这个东西让人觉得是一个义气，就是一个选民当中的一个 kimochi 的，变得那么核心跟那么浓、那么重的时候，就一定要赶快先有一个化解的结果。所以我们讲说，这次 MOU 之后距离要签协议还有60天。那这60天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第一个我刚刚讲，除了这次是国内因素，美国国内因素，另外我们来仔细看这里头有所有的东西，让大家很难忘的是什么？其实就是钱。要知道，这次特别是能够对于先前伊朗被其实制裁跟冻结的这个几百亿的钱，竟然240亿就答应给，还记不记得川普现在就是说，就是奥巴马先前给这个伊朗钱，你就解冻他的钱，然后让他才有这个，我是觉得1分钱不会给，对吧？还记得吗？所以为什么现在都可以调整？其实我认为这里头牵涉到的一方面是这个东西的钱是大家来做一些 trading 一些交换。二方面，其实我觉得，其实重建计划，我在这4面节目里头已经想说，早先在打的1个礼拜就2月底3月初打，才刚打，其实周边就有很多人已经在看所有波湾国家的重建计划了，油田要修跟等等的，而且大家已经在筹资金，那只是看中国跟美国的意向如何。所以因为背后牵涉到很多的利益，也就是说，这次只要稳定下来，不要说真正签和平协议，你只要这60天。把整个波湾，包括荷姆兹海峡的这些油跟经济跟这些资金，让它流动起来，现实的流动起来，你要再打，其实不是很容易哦。其实，在当中，你只要大家都习惯了，接下来这种油都动了，资本也都流动了，还有这么很 juicy 可口的重建计划，大家可以在波湾大分赃。我觉得这个一旦动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波湾上面就会有一个特别的保护膜，因为大家为了利益。不会轻易动手的。那要知道，这次战争核心就是美国当时在2月底的时候站队跟以色列在一起。波湾本身就其实就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乃至跟伊朗之间的斗争。我觉得川普想清楚了这一点，不惜骂纳坦雅胡这么上，他要从里头撤退，他要变成一个可以两方调节的第三方。我认为现在他的战略是这样子的。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接下来我们持续关心到是川普这一次不演了，直接呢对这个纳坦雅胡以色列总理飙脏话，他还呛以色列说2小时就会灭国。那纳坦雅胡这一次是急疯了，尤其呢在1年之内，以色列的方面打伊朗2场大战被视为是根本就白打一空啊！到底在忙什么？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美国跟伊朗即将要签署这个和平的备忘录，现在最紧张也最不高兴的人，恐怕就是在以色列了。在川普宣布停火之后，没有想到以色列又在度的大动作。这一次交火的对象就是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双方又再次的打起来了。这一次在黎巴嫩南部可以看到这个炮火持续的是满天飞哦，到处都可以看到无人机、火箭持续的在这边互相做轰炸。那么我们要持续看到的是在这个军事行动进行的同时，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又站出来，他很坚决的说，接下来的动作，以军绝对不会撤出加萨，不会撤出黎巴嫩，也不可能会撤出叙利亚，并且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他也说要在这边建立长期安全的缓冲区哦，包括了以色列总理说的，他要在加萨
在黎巴嫩的南部，还有在叙利亚的部分建立这个安全缓冲区。表面上叫做安全缓冲区，但是大家解读说，因为纳坦雅胡说了，在这边要长期驻军，而且要永久控制，这个叫做领土的扩张，叫做领土的占领吧。好，我们来看看现在呢，川普他的态度又是什么？川普其实呢，对于纳坦雅胡的种种行为非常的不满意，所以他就怒呛了纳坦雅胡。他说：“假如伊朗拥有核武，你以色列啊是连2个小时都撑不下去的。”等于承认是说，如果以色列你今天没有了来自于美国的保障，其实呢你是无法面对伊朗的。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先请教干哥怎么看了川普说的，如果伊朗拥有核武，以色列你连2个小时都撑不下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再来就是看到了从去年的12日战争，即便有美军的协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铁穹还是被打穿了。这一次纳坦雅胡动作这么多，是不是又想要继续的拉美国下水呢？那干哥怎么看？我刚才上次讲的对啊，真的，川普他要从里面抽出来，拜托，我现在已经我的这个政治宣誓已经达到了，现在你们两边啊，变成什么？变成我的烦恼吗？不行，我还是要抽身，然后让你们以色列跟伊朗彼此都冷静一下。可是尼坦雅胡怎么可以？他不能这样子他的政治生命他自己要想办法延续下去了。所以他就说，我跟你讲，他提出了什么深层安全区？以色列它需要深层安全区的原因，是因为它现在还是面临真主党的威胁，对不对？所以它在黎巴嫩的行动，它是不能够停止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于是尼坦雅胡他就说：“我跟你讲，我们绝对不会退出加萨，不会退出黎巴嫩，更不会退出叙利亚。”那你去想一想，从以色列的国土往上一看，先到了加萨，再到了黎巴嫩，再往北就到叙利亚，它的国土延伸。为什么我讲国土延伸？就是它实际控制范围已经往北至少500-600公里了。代表什么？代表这都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掌控底下，这样我才会感觉到安全。南边不用顾，为什么南边不用顾？南边是西奈半岛，再过去就是埃及。埃及在40年前就不跟以色列打仗了，所以他现在要往北扩充。可是这个在伊朗的眼里就是眼中钉，为什么？因为伊朗长期在支持真主党的，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说一句实在话，他的所谓的深层缓冲区或是安全区，就代表以色列要长期驻军。长期驻军绝对不是真主党能够接受，也不是伊朗能够接受。所以这里面埋下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以色列你要长期这样占领的话，那对于阿拉伯世界而言是很大的威胁，对不对？那川普讲那句话，其实你要深深思考说，如果伊朗拥有核武的话，你以色列连2个小时你都撑不下去啊！意思就是说什么？他有的话早就拿来打你了啦，他当然没有嘛。那后面他这句话他就没有讲了。因为我川普的努力嘛，所以伊朗到现在没有核子武器可以拿来对付你。结果现在停火协议MOU 初步达成了，以色列最大报纸叫做《新消息报》，它的头版标题就写什么？你知道？烂协议，说美国你跟伊朗达成的这个协议是最烂的，为什么？因为里面没有以色列的角色。奇怪，你们达成协议，我也是这个中间很重要的一份子啊，怎么没有以色列代表来啊？对不对？你跟卡利巴夫签协议的时候，要有以色列代表在现场啊，没有，川普直接摒弃了以色列，直接以色列你不要来，为什么？你一来搅局，我跟你讲，我们啥协议都不用谈了。所以尼坦雅胡等于是被背弃了，背弃可能太严重，被放弃了。这件事情我要把你放弃，因为我上次跟你连讲2天。尼坦雅胡，你不要空袭贝鲁特，我快要达成协议了。结果话才刚讲完，炸弹又丢到贝鲁特了。所以你这个朋友我跟你讲我真的不能够信任你。我们要签协议的时候，以色列你不要给我掺一脚，不然的话太危险，达成不了。所以其实以色列他希望，就说我至少2次战争，去年6月的12日战争，跟今年跟美国一起打。要达成一点什么？哪一点？让那个伊朗的统治阶层动摇，
进而变成什么神学政权能够倒台，都没有达成。这个仗等于是白打了嘛，真的是白打了。然后在最后关头，你还被川普一脚踢出去。他现在我看满脸都很难看，因为接下来他的国际地位会更艰难。以色列他出兵，或者说他在加沙地带再用兵的正当性会更糟糕，这就是他们最难堪的地方。好，这样子整整打了1年，2次的战争，一次是去年的12日战争，一次是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原本以色列设定的目标也都没有达成，那他现在又新设定了一个目标，刚刚干哥帮我们提到了嘛，深层安全区。那包括他说要在加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建立安全的缓冲带，真的有可能吗？那背后的盘算，介大使有怎么看？事实上背后的盘算就是扩大领土范围嘛。对，因为以色列的国家1948年成立的。他说我是富国，那他前一个国家几乎快2000年以前的。对，你2000年以后你说我富国，那只能说2000年以色列这国家不存在。那1948年建富国以后，他每一寸土地以前在过去2000年都是别人的土地啊。所以你要说这个深层区域概念，它是安全需求还是领土扩张，还是扩张势力？生存安全期基本上就是说，以色列的安全需求就是要势力扩张，没有势力扩张，以色列就没有安全。所以这两个是一体的啊。那你以黎巴嫩来讲的话，黎巴嫩它现在的国土距离以色列所要的安全线，已经怎么就是说，以色列的边界离现在的它所有安全线已经向北推了20公里了。20公里到什么？到一条河叫利塔尼河。利塔尼河往南走20公里就到现在黎以边界。那以色列现在已经把利塔尼河以南所有土地全部控制了。他说这是缓冲区，可是缓冲区就是变成他领土的前奏曲而已。现在已经完全占领这块，这里面有10万居民，以色列已经通知他们了，请你们尽快离开。还要打仗嘛，10万人通通要走。对，那这是以色列领土就是这样来的对不对？你现在加萨走廊好了，加萨走廊以色列已经说了，我要实控70%。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在加萨走廊那30%的地你们去住，你都给我归到那30%的地，其他70%我要收回来了啊。本来这个100%的加萨走廊都是巴勒斯坦人现在这场战争打下来，70%以色列说这个是我要实控区了，请你们巴勒斯坦人到那3%我划30%划的土地去住吧。然后怎么讲呢？就很简单就发传单你们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你现在那个地方比较安全，都去那个地方。哇，那巴勒斯坦人又开始扶老携幼，又在逃难了，对不对？然后呢？然后人家问以色列说：“那你最后你对这巴勒斯坦是怎么样？你要怎么处置他们嘛？”巴勒斯坦也有个疑问，他说：“很简单，4个字：自愿离开。”自愿离到哪里对不对？最后就是他的安全需求就是势力扩张。没有势力扩张的话，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了。对，所以你看他已经在扩张了。这一次战争，你看从加萨走廊战争开始，整个加萨走廊他拿了70%了。然后呢，现在叙利亚的国土他拿了1/8，利塔尼河以南他已经拿了。那还有呢，约旦河西岸那个屯垦区，现在就在那边这叫什么？这叫移居者。他们这些人呢，因为以色列还有不断有新移民进来，全世界还有很多犹太人要去以色列做以色列国民他说：“那你们去屯垦区，我政府保障你，可是那些土地你们要自己把那些原住民清掉。”那手段很残酷就是放火烧人家房子，要不然就去丢石头叫你们离开。那人家就说：“那这地方是我祖先就在这里。”他说：“人家说不行，2000年前是我们的。”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生存方式。所以以色列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怎么？他是攻击再攻击再攻击。只要能打就打，要不然就不会有以色列这个国家。
好，不过我们也来看到，那纳坦雅胡做了这么多动作，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嘛，这个轰离南的地区还不断的扩张占领的土地哦。那其实背后是不是也有政治的盘算？原因就是因为纳坦雅胡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就会遭到这个他的官司危机，也就是这个贪污案哦。那么10月底的时候就是大选，那他可能会被清算，这个是一个问题。那尤其是现在呢，在以色列内部也出现了各种的杂音，反对派现在也集结要拉纳坦雅胡下台，而且军方还有前高层，包括了安全的这些高层的顾问们，也开始质疑他发动这一场战争的这个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再来呢，现在也被这个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最新评论讽刺说，这个以色列你1年之内对伊朗发动了2次的战争，至今一无所获。尤其是你当初设定的这些目标，到现在真的看起来也都没有达成。我们来看到以色列当初设定的目标，包括他说要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它的飞弹、导弹，还有削弱革命卫队，并且推翻伊朗的政权，现在看起来全部都没有。而且美伊谈判，以色列还被排除在这个谈判的之外。尤其呢，现在川普也非常的不满纳坦雅胡，他还骂脏话。如果不是我，你早就在监狱里面了。美以之间的这个分裂也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上志哥怎么看？现在会不会以色列可以说是最大的输家吗？纳坦雅胡个人，他其实现在在国际间，在很多的国家都基本上视他为这个战争的犯罪者。然后是很严厉、很强烈，像西班牙等等很多的国家。然而，他其实面对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在以色列自己的国内。但我觉得我们现在眼前要看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当这次美伊签下了这些协议也好，这个意向书也好，美国特别是川普个人，很明显的不再那么支持纳坦雅胡的时候，到底纳坦雅胡国内对他的反对力量会不会更加的加剧？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犹太人或犹太资金在犹太势力，当然在美国方面很大影响力，也可以影响到川普。可如果这次川普就是幡然醒悟，就是没有要跟纳坦雅胡站一边，甚至有所切割了，这些言语上的重话的切割，乃至于未来军事行动上的很多切割，也制止他们在打黎巴嫩。纳坦雅胡怎么办呢？我们知道，其实纳坦雅胡现在国内最大的面临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的民调，在民调的支持现在来讲，认为他早就不应该去选了，就认为你凭什么再选？就对他等于是不只是不支持，视他为无误的，在现在以色列内部当中，高达60%到70%，跟川普现在的这个30%有的拼哦，就民意极差，差到如过街老鼠，你可以这样讲。第二个部分其实主要是他这个贪腐的这个司法的部分的问题，因为早在2019年，基本上就已经所有的贪腐证据都确认了，而且在之后纳坦雅胡那么大转型，在波湾里头掀起那么大的危机，其实是在这个我们都知道是在疫情 COVID 之前，他就已经在整个突然变成个极右翼，他以前没有到这样的地步，后来就变成极右翼。好，但是第三个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国内当中，即使右翼，他的这个极右翼没有错，很强悍。然而右翼当中，包括那些军方很多人，其实跟他的路线不见得一样哦。包括对加萨、对人质的部分态度，大家也是泾渭分明。所以并不是右翼都是大团结，这是他现在面临很大问题。可我始终觉得这些政治人物、这些意识形态、价值上当中问题，永远顶不上真正的跟钱有关。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因为他占领加萨之后，你其实如果要维持加萨包括军力，你要花好多钱嘞。然后，而且包括你现在我们看到说，如果你在这一次的伊朗战跟伊朗的部分战争，你现在也还是花掉的，现在统计起来，他已经花掉超过5000亿美金了。是。可能花的比美国还多，所以这些钱不会自动生出来，因为你现在战争就影响到我们知道以色列过去的航太科技网络是强到爆炸，甚至跟台湾有很多的合作。可是你一旦战争之后，不要说这些产业，人家尤其欧盟懒得跟你合作，要跟你不往来，更重要的是这些科技的人才，这些劳动力都会跑光光所以呢，这一波其实对于以色列内部以科技为主的经济到底破坏了多少？跑掉多少？还有哪些公司是在为以色列能够赚取外汇的？其实目前国际上包括投资圈并没有严格的统计，但这些全部都会算到纳坦雅胡上。一旦以色列的大部分人觉得哇，公司找不到年轻人就活不下去怎么活得这么糟糕？我觉得纳坦雅胡就真完蛋了。好，谢谢上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日本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中国大陆一手紧掐乌，一手又紧掐稀土。拉住这个日本的咽喉哦，尤其是针对于高阶的制造产业，恐怕遭受的是断血式的打击。日本的制造业强国神话正在崩塌。观众朋友，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如果您认为接下来中国大陆针对乌还有稀土能够掐住日本的非常重要的制造业，甚至是科技军工命脉，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现在影响力还在逐渐的发酵当中而已，可以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做更多的互动。好，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继收紧对稀土之后，日本今年大动作的就是针对于日本祭出更具杀伤力的乌武器的一个限制。好，时间就是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北京开始实施的管制，掐住日本的这个命门的，包括了它的碳化钨，还有高纯钨粉。跟6氟化钨等等，都对日本的出口是直接降为0，这个影响性是非常高的。因为呢，这个好几个月下来都是直接降为0的一个出口，重挫的是日本的高阶制造的核心命脉，首当其冲的，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到是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根据了解，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比稀土管制还要致命达到100倍。来看到具体的细节，包括了日本的2家非常大家的这个是材料的隐形巨头，关东这一家关东电化工业，还有另外一家呢，这个是中央硝子，他们已经宣布了，从下半年开始会全面的停产，并且告诉了。包括了台积电、三星跟 SK 凯力士都没有办法再提供他们产品了。接下来，他们这几家的企业会不会因此产能也因此受到影响，还要持续的做关注。另外来看到是日本的老牌刀巨头巨擘，这一家是富士精工，也宣布了说它有大量的订单。因为没有钨哦，所以导致停滞、交付也延迟，深陷在亏损当中的深渊。本财年的一个利润预估暴跌幅度高达88%哦，直接陷入亏损当中。再来看到的是这一家住友电工了。住友电工社长坦承，在中国的禁令之下，它的多条产线同样的也是面临停摆的。那么包括了住友电工，还有30材料，他们也说呢，因应中国大陆的限制，所以他们的部分产品在钨上面最高调涨幅度高达60%，依旧无法缓解它的供应链的危机。到底中国大陆掌握多少的钨呢？我们来看到，在全球的产品钨制品的产能高达80%以上都是由大陆所掌握的。而日本大约80%也都是依赖中国的进口，尤其我们要看到有一些依赖度更是高达100%，包括这种晶片级的6氟化钨，还有这种军工级的高纯钨粉，是100%都是依赖中国的。即使说它可以其实呢跟这个越南买，或者是跟拉美国家买，但是呢它不论是在纯度或者是精炼的工艺上面，它的规模等等都还是无法跟上大陆的进度，也无法满足日本的这些高阶需求，不管是在日本的高阶机床、晶片跟军工产业的需求上。所以呢，中国对日本的这种限制，对日本的产业界到底冲击有多大？大使怎么看？冲击非常大，因为这个就是有关这个6氟化钨哈，它是这个所谓的芯片生产上最重要的一个怎么样涂料。也就是俗称的光刻胶啦。那日本在这方面本来就是技术领先，它占全世界这一类这些这个所谓光刻胶的供应量在20%以上，20%以上，所以这个会影响到下游的产业。那么就是说这个三星电子啊，它是做这个所谓的逻辑晶片，还有海力士是做记忆晶片 HBM 那还有我们台积电。都运用到这些重要的这个涂料，那可能都会因为日本方面没有办法出货，而且他已经公开宣布7月停产了，造不出来了，那就变成这个会影响一系列产业链。所以关于就这一点，美国出面替日本求情，跟中国大陆讲说，我们基于全球产业链的考量，希望你中国网开一面可以开放这些稀土到日本去，那美国正式出面替日本求情，
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说，他说我们对日本的稀土供应停止供应，是因为我们要抑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复苏，以及日本想要永和的企图，当场拒绝。所以呢，这只是这个钨的影响，这些公司都跟这个钨有关系嘛，对不对？你知道钨的物理特性，它是耐高温的，它在熔点是在3200多度。对。然后呢，它物理特性我记得没错的话，它很奇怪，人家是热胀冷缩，它是热缩冷胀。所以呢，就变成你的那个炮管啊，你那个需要耐高温的东西你一定要有钨在里面。你没有钨的话，你连什么高射炮、火箭啊，在那个高温之下它就融了。那有钨在里面就不会融，也不会变形。所以这个东西太厉害，所以中国大陆就明讲，我就是不要你搞军国主义，所以我就把它禁掉。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因为中国大陆对日本的这个稀土供应除了钨之外，还有很多项镓还有这个锑。还有重要的瓷土的原料，所以日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公司叫信越化学，这个日本是它出什么有关磁类的产品，就会产生磁性。你知道磁在这个发动机里面扮多大重，非常重要，是它是一个基础性原料，现在也没有了。信越化工也说对不起，磁铁到7月为止，我就没办法生产了。你知道没有磁铁的话，很多汽车工业、很多机械工业，对不起，都停产。所以日本现在是急得不得了啊！怎么讲呢？他的外长特别跑到蒙古去了一趟，说我们要跟蒙古合作开这个稀土。然后在今年2月6号，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我们在南鸟岛附近水域的6000公尺深的海床上面，发现什么呢？发现存储量全世界第3的叫什么？稀土泥浆，还不是矿泥浆。哇！我觉得日本人，我不晓得日本人会吹牛，不过我觉得这已经变成有点吹牛了。是。你在泥浆也变成一大重大发现，对不起，人家这3家工厂今年7月开始要倒了。你看泥浆等到哪一天？日本说，我明年2月开始要去研究开采的可行性。那你不是就等于说，这个人快饿死了，说，哎呀，我到我家仓库里面找到了一粒种子，一袋麦子的种子，我立刻就去看是不是还可以种得活，我要准备开始下种子了。人家说对不起，我还有3小时，我就告别人世了，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日本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比较麻烦的就是说，尤其它的那个光刻胶会不会对我们台湾产生影响？我是觉得我们应该早点评估一下。好，我们现在是看到这个初步这个日本从被受到这个钨的限制，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就没有这个钨。那其实呢，中国大陆的限制不只是钨而已，今天我们还会看到的是包括了另外一个就是稀土，尤其呢这个稀土的重元素，也就是刚刚大使其实帮我们提到，包括了镝还有锗，依赖度呢日本的方面依赖中国最高幅度高达100%。重点来了，他们这个稀土的库存现在也只剩下半年而已，现在到底来不来得及跟得上？尤其是这些产业界的重挫，有哪一些？我们看到供应链的危机，包括从去年底开始，我们就已经讲过了，这个丰田几家大厂、汽车大厂出现了问题，丰田旗下14条的生产线都因为稀土断供被迫停工。再来就是本田了，它的铃鹿工厂出现生产中断。那么日本汽车协会也估计，这个汽车产量至少减少80万辆，经济损失高达2.5兆日元。其他包括了会受到影响的，还包括了电装、爱信、东海理化还有双业产业都恐怕会受到这个车厂的减产而受到危机重挫，供应链重挫。那日本的产业根据专家的说法，现在呢说会进入到第4个失落的10年，原因就是在于日本的制造业的衰退已经不是单一的产业问题，会影响到是整个国家的竞争力。那么尤其是日本的这些很重要的原料都掌握在大陆的手里，现在大家对于这个日本的整体的市场或者是日元都开始信任度在松脱，那么导致资金撤离、投资放缓、产业外离等等的现象，上次哥怎么看？好，
我想中国大陆怎么会不知道现在日本本身的经济就有好大的问题？怎么会不知道日本的国债其实现在来讲也是8点多兆美元，1300多兆的这个日币，每年的1/3财政收入也要还这个债务所以这是日债。然后日币的最近非常非常弱尤其美元强势跟波湾战争这个部分来讲，那么日本央行其实才刚刚通过说他们其实就是已经加码一息，可加码一息当中，其实看到对日币本身好像也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整个产业结构的问题，中国大陆怎么会不知道？所以中国大陆在去年10月的时候，高市早苗说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时候，一开始是出招，是你的观光文化产业当中，包括两边的一些民间交流，包括演唱会不让你办了，很多这个日本明星都受不了，然后日本的年轻人部分也是受到影响。好，然后呢，最重要当然是今年1月的时候宣布了有关这个所谓军民两用物项有1005项，而且它有具体点名有20家基本上是管控的，包括30，包括川崎，包括 NEC 这些超大型的公司，因为他们底下有好多其他的小公司或他们的产业链，有20家的关注。刚刚是你念到的那些东西都不在这40家的名单当中也就是说4个月下来，大家撑5个月下来用他们自己的库存。可是现在你看到的，虽然30跟川崎没有出来说他们完蛋了，他们还在用，可是跟他周边的产业链有太多都已经活不下去了。所以呢，这里头对日本的经济的根本性的结构性的打击到什么样的地步，我觉得是最近我们才感受到这个部分的严重性。而当然里头最厉害的还是跟稀土有关，稀土所延伸出来的部分是比日本想象中，而且他们先前还硬着觉得自己还有库存，好啊，你有啊，但是你就烧掉了，用了4个月之后，终于连库存都没有，而且没有替代方案。刚刚其实大家讲的那一些东西，包括你说挖到什么东西，都不是你现在3秒钟能够做出产业链。现在单你现在花了更多的价钱，我们想钨来讲，现在都已经涨了200%多就是它涨价。那特别是一些半导体要用到的，所以现在其实说光产业之外，国防航太日本全面的崩塌，半导体跟光学全面的崩塌。而现在其实到核心是什么？最近其实中日有好多东西，河野洋平因为刚刚过世，本来6月中旬的时候，6月下旬河野洋平要带最大的一大坨民间的部分要去跟日本，因为河野洋平对中国大陆还是认为是老朋友，但他死了。所以你连最后一个可以跟中国沟通的窗口都没有了，而这个东西背后是最有日本关键，影响什么呢？日本的汽车跟日本的各类的电子业，这应该是日本的心脏产业的心脏。所以呢，一旦逐步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不相信在现在包括日本汇率本身，日元有很大的问题，还有日本债务的部分问题，还要给美国5000亿美金，这些加总起来，高市早苗还受得了。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日关系在这个政治上面的关系降到冰点，同时直接重挫的是日本的经济表现，那被形容是这个失落的第4个10年。可不可以说它的强国的制造业强国神话正在崩塌？那干哥又怎么解读？对啊，我开始想到，如果连川崎重工跟30都受到影响的话，那日本就完蛋了。你真的，你不要不见棺材不掉泪啊！这种企业啊都受到影响的话，那日本的神话就真的破了。你知道，这就是钨以外的这些稀土的风险，造成他们的汽车产业多少公司，当初他们都说，在去年年中的时候都说，我们已经分散风险了我们早就知道了。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分散那个风险的吗？我们从2010年就知道要分散。为什么？就是因为钓鱼台事件我们对岸我们的大陆朋友说钓鱼岛事件，对，从钓鱼岛事件开始，大陆说我不是不卖你我只是开始审核管控他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发现不太对劲了。2010年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被收紧。你说像这种就特别的那个金属元素稀土里面的，他们就发现说，就偶尔他就会来一个来审核照会通知什么意思？通知就是说东西不能马上卖给你要经过层层关卡文书作业。你知道碰到这种东西，我们头最痛的，尤其是这种汽车产业，他没有办法给你拖延的，因为他们都有生产计划跟目标，每个月都要达成的，不然 KPI 就不见了。
然后就开始发现说10几年前就开始有这样子的，就你知道像这种爱知制钢，还有什么武藏精密工业，他到去年年中的时候问下来的时候，他们还说我们有特别的库存，结果等到去年底的时候就发现快完蛋了，赶快想办法突破，就像刚刚大使讲的，没有啊，我没有不卖你啊，对不对？请美国来也没有用，为什么？我们就是审核嘛。老实讲一句，我们担心你的军国主义嘛，对不对？好，去年底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记得。12月的时候，我们伟大的爱知那个高市那个首相，他终于又自己去踩那个地雷，叫什么？叫台湾有事论。所以从去年底，大陆就下定决心了，不管是这个6氟化钨啊，还有特别稀有的稀土的元素都禁止。不过这些东西在很多你说高阶的晶片里面，它是不能不用的。我怎么能够不用呢？我不用的话，我跟你讲，我们日本企业的优势跟它的特性完全没有了。所以日本也，你知道他跑去问谁？你知道，他除了要在格陵兰去采稀土矿之外，他跑去澳洲问钨矿啊，还跑去说，哎，说不定那个南韩那个有没有一个叫做桑东钨矿啊，是不是可以重启？桑东钨矿你知道停产多久了吗？30年了，停产30年，你要重新再来过，要什么时候来过？最重要的跟稀土一样，钨矿在大陆的独占的提炼能力、精炼能力，全世界找不到。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看看日本企业，你说不是只有说啊，我们今天就是说关东电化跟中央硝子2家全球占有20%市场的公司面临什么？现在只是讲停产到倒闭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而已。你说不定下个月就听到说中央硝子倒闭了，倒闭的话要怎么办呢？那所以我认为，这个科技业的这个世界秩序重新在重整、在调配之中。也就是说，你有技术没有用，你要有源头。中国就是有源头。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说，有了稀土万事通，现在连这种稀有金属，连大陆中国都是独家的占有，就晓得说，我认为不是只有光美国。连日本本身都要好好去思考一下，你怎么样在地缘政治上面一定要跟中国妥协，那才是正办嘛。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持续来关心，在军事面，美军神话全面崩塌吗？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到是美军的战机飞不动，尤其是关心到 F-35，每4架竟然只有1架可以真的打仗哦。那么战斧的爱国者则是快要被打光了，改推廉价的飞弹要来救急。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做互动，在留言区写下，如果您认为美军神话全面崩塌，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美军神话持续的，那么留言写2。现在我们来特别来观察到的是美军现在要面临的3大结构的压力。等一下我们的节目会一一来看这个细节。第一个会来看到的是老化的轰炸机，尤其是 B-52这个延寿使用已经超过了70年，仍然在服役，真的可以吗？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尤其是 F-35的它的这个可用率的部分，现在说在大幅的暴跌，只有25%可以用，也就是每4架只有1架是可以用来打仗。最后一件事情是我们看到包括了各地区都在爆发战事，不管是中东，不管是俄乌，所以呢，美军的弹药消耗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正在这个飞弹库存被多线给掏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先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是一架可以搭载核武的 B-52，也就是美国称为同温层堡垒的战略轰炸机，在15日这一天，在南加州的一个空军基地坠毁。
爱德华空军基地坠毁，机上8人全数罹难。上一次有爆发类似的这个不幸的事件的时候，是在2016年，当时在关岛坠毁的，是首度的失事。那么当时还好，机上7人是全数的生还的。那么特别来看一下 B-52它的一些小档案有什么呢？第一个，它的绰号就叫做同温层堡垒，作战的航程高达了8000多英里，可以搭载核武跟多种精准导引的武器。那么它服役到现在，从1955年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70年的时间了。包括呢曾经部署的地区，像是越南、波斯湾、伊拉克、阿富汗跟伊朗等等。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是近10年来 B-52轰炸机首度又发生的重大事故。重点来了，服役这么久了，70年了，这一次的事故会不会影响接下来它的延寿的一个计划？上这个怎么看？哇，这 B-52轰炸机，我想在任何包括我这个60岁的人来说，它比我还老，所以在我们印象中，它像神一样的存在哦。我以前玩3军战斗棋，如果你有抽到一个 B-52的这个，你就觉得你赢定了，因为你又可以炸任何地方，谁都可以炸，航空母舰可以炸，所以它是一个绝对性的哈。那这次当中，当然还是发生了这个部分的意外，所以大家还是在检视到底 B-52还有没有它的价值。跟各位讲，其实还是有的。其实，在美军的这个规划当中，不要看它已经老了，但是它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部分，它真的就是可以飞抵非常非常的高空，然后它可以直接任何时候出任务，可以在这个地球上飞30个小时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它的载弹量很大，所有由空中发射的空对空、空对地，它都可以发射，甚至最重要的核弹。所以过去我们对 B-52，它作为战略轰炸机，就是它可以载核弹，而且它可以在默默的飞到高空中，你根本都不知道，雷达可能都扫不到。好，所以现在看起来美军的部分是确定还是会留。现在这 B-52都是 H，B-52H 是他们现在其实有个新的计划，要把它做修正到 B-52J 这个机型。首先，现在已经要换它的这个发动机，它劳斯莱斯一个最新的发动机，它可以让性能再增加40%以上。你看它飞那么高，还可以这么续航那么久，所以接下来会加强它的阵列雷达，另外包括它的武器相关的这些控制系统，都是 B-52，它就是就原机去改。但目前为止可能没有改它的逆踪这件事情，因为那个部分的这个成本很高。因为它现在就是刚刚这样讲，它不用逆踪嘛，它就够高，本身就够安全，它可以大量的弹药，包括核弹。另外一个部分，它就造价便宜，小短万呢，所以改一改，现在是变成看它整体的部分方向。其实，在美国战略当中，现在 B-52作为未来这个 H。未来的 J 可能还要有很久了，因为他们可能未来第一步认为，计划中2033年才会有第一部 B-52改过的，这已经牛年马月了。中国大陆的飞机跟轰炸机都不知道厉害到哪里去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 B-52真的近年来首次又再次的出问题之外，其实要另外看到的是 F-35最近其实呢，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一直不断的被提到，伊朗也说他宣称有把它打下来，但是 F-35我们也要来看到它现在最新说呢，有的问题就是它的妥善率了，每4架只有1架是真的可以来执行任务，所以呢，这个 F-35的联合计划办公室他们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未来来追加这个经费预算来改善这个 F-35，所以呢，未来他们说要拨款137亿美元来做包括零件材料跟这个维修的扩建等等。我们要来看到，不仅仅是 F-35的妥善率大幅的衰退，整体来看，当时呢，在2024年，美国有一个是防卫新闻的分析也指出，在2024年整体的机队妥善率竟然只有60%而已，也就是说，在5025架的军机当中，只有大约1900架都是无法真的来执行任务的，妥善率创下了近年的新低。所以我们先看到 B-52出问题，再来看到这个 F-35的这个妥善率，4架只有1架可以上战场，干哥怎么看？好，我先讲F-35在这一次的就对伊朗的战争之中的表现，那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它让这个俄国提供的防空系统完全失明，也就是说，他进去的时候，那个所有的遏制系统，甚至还包括中国的系统，看不见它。你必须要承认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你就晓得说 ，F-35它在这么长的发展过程之中，
它达到了它的技术性能的需求，它达到了，它成功了吗？它成功了。但是现在 F-35马上就要面临什么样的状态？可能所有人都想象不到，也就是它的机队，现在总共800架，美国空军跟美国海军加起来，还有陆战队加起来，总共有800架 F-35，但是它的后勤完全跟不上。也就是说，你所看到的突入伊朗的防空网呢，那些都是精锐，那个叫做 Full Mission Capable，FMC 就是全备能力的战斗机。那 FMC 的这种飞机现在在这个整个机队里面占多少？就800架里面只有25%，也就是说只有1/4有这种能力，其他3/4都没有，就说具备所有能够突入像这种伊朗防空网的飞机了。你叫其他，就说10架里面叫其他7架来，可能进去会不会打下来啊？要了解我大概讲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能够具有这种完全的能力的飞机，只有1/4而已。那你要让另外3/4也赶快赶上来啊，对不对？对不起，你要花130亿，钱花在哪里？是哪里？是机翼不好、引擎不好，还是什么不好？都错了，叫做软体跟不上。什么叫软体跟不上？很久以前，1年以前，我曾经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过 ，F-35面临将近900项的软体问题。什么叫软体问题？也就是说，它太精密了。F-35本身就是一具超级电脑，这架飞机就是一具超级电脑。你在那个什么无敌铁金刚，不是无敌铁金刚，就是我们在看到那个电影啊，那个好莱坞的电影里面看到那个，就是有 F-35它的能力以及它会变成这个机器人的那个过程。老实讲一句，它就是一具超级电脑，很像电影里面形容的内容。那但是它现在为什么它会没有办法能够进行这样的作战能力？就是因为它突然有这么大的机队，但是它的软体跟不上，它软体每年都必须要更新，每年都要换新。如果不更新的话，我跟你讲，它就会落伍。在这种情况下，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跟不上，因为产能跟不上，因为娴熟的技工。跑掉的跑掉，老的老，然后年轻的不肯来做，用高薪也请不到，这就是 F-35机队现在面临最严重的问题。这也可以给我们中国一个借鉴，就是说，将来你的歼35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第6代战机，他们随时都要更新他们的软体，这就是美国面临的问题。而所有世界进步的空军，将来都会遭遇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慎思之。好，所以刚刚看到的是这个洛克希德马丁跟不上这个军工生产的一些关键，不管是软体，不管是人才。不过我们现在要来看到的是，美国的军工还要很担心，同样也是这个洛克希德马丁现在所担心的，就是呢，我们看到它的生产也赶不上，而且成本太高。首先生产赶不上的是这个爱国者快要被打完，再来价格太高的是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先来看这个爱国者呢，在这一场美伊战事当中呢，快要被持续打完，而且是短缺，但是呢，重点是它要生产1枚飞弹要2年的时间，那要恢复到战前水准还需要3年呢。再来，我们刚刚讲说成本太高，指的是这个战斧哦。美军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当中发射了1000枚战斧飞弹，总成本25亿美元，所以他们认为说再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所以呢要生产这些低成本的武器，也就是减配版的。他说把这个单枚的成本要压在30万美元以下，规划在2030年希望能够量产达到1万枚这样子的一个量。那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他特别提到了说，大家都说美军有这个飞弹上面短缺的危机，他说根本就没有啦。我们的库存非常的多，这个媒体在编造故事，但是遭到民主党这边给讽刺很酸，他都是骗人的。那介大使怎么看美国的军工引诱？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了。这个美国这个所有的军事专家都说这个是个弹药不足是个问题，只有佩格塞斯否认，川普不承认。那川普不承认是川普什么事都不承认，对不对？佩格塞斯是川普的是吧？应声虫也不承认。可是大家算一笔账，他就问题都出来了。对，那美国事实上的话，也就是说打了波湾战争，有很多年没打大规模战争，可是。不要忘记了，俄乌战争，乌克兰打的很多武器都是美国。刚开始那个15榴弹炮的炮弹就不够啦，对。
连俄罗斯都不够了，美国当然也不够啊。那还有很多相关的军火都不够啊。那俄乌战争就出一个问题，这次又打了个美伊战争，打不下去了嘛，就是因为武器消耗量太大了，对不对？然后都出来问题，那武器消耗量大没有问题，可是问题美国现在很多武器，精良武器靠什么？拆东墙补西墙啊！刚刚算了，刚刚那个干哥讲的800架，现在只有25%的良率嘛，对不对？只有200架。对，那200架说实在缺了零件，缺了软体，是拆那个其他的600架拆的，都是去拆的。那现在我问你，中国大陆稀土一搞以后，我跟你讲更难。